大家好啊，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我是岳醫生。上次呢跟大家聊到了雄激素與前列腺癌之間的關係啊。那簡單來說呢，雄激素呢就是前列腺癌的幫兇啊，但是它不是前列腺癌的元兇。也就是說呢，這個雄激素它不是導致前列腺癌的這個直接因素啊，但是呢它可以促進前列腺癌的生長。那麼講到這裡呢，我們就想啊，就是如果說要去治療這個前列腺癌，那有一條路呢，就是去抑制體內的這個雄激素，對吧？那上一期視頻呢也跟大家聊了，就是在1911年呢，芝加哥大学的醫生呢就已經做了這件事情了啊，因為我們早就已經知道這個雄激素的產生呢是由睾丸產生的啊，所以這個醫生呢他把睾丸給這個前列腺癌患者的睾丸給切掉了啊，切掉之後發現呢，確實是可以控制前列腺癌啊，這個前列腺癌的這個進展，但是啊。有一個問題啊，什麼問題呢？就是這些患者呢，基本上呢，就是起效的情況下，如果有效的情況下呢，在2年左右啊，1到2年啊，它这個前列腺癌會復發啊，也就是說呢，這個被抑制住的前列腺癌呢，又死灰復燃了啊。那為什麼呢？那後來呢，就是說，一些研究呢就表明啊，在我們人體內呢，除了這個睾丸產生雄激素以外呢，前列腺不是前列腺啊，腎上腺呢。它也能產生這個少量的這個雄激素啊，這是一個。另外呢，就是也發現了這個前列腺癌自身呢，它也可以合成少量的這個雄激素，也就是說它可以自己產生自己用啊。那這個呢就比較麻煩，對不對？那如果說這種情況出現的話，那你只去切睾丸啊，或者說只用這個普通的這個去勢治療，你是沒有辦法阻斷其他來源的這個雄激素的。那這個前列腺癌呢？它仍然可以就是接受雄激素的這個刺激，去激活這個雄激素受體是一條通路，對吧？那關於這個通路呢，上一期視頻呢也跟大家聊了，有興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啊。那只要有這個雄激素受體的持續存在呢，這個前列腺癌呢，它就有可能會繼續的增長。那麼講到這裡啊，那聰明的人啊，可能都已經想到了，那既然就是說通過器官來去除前列腺去除这個雄激素呢，有點難度，那麼我們能不能再往上游看一看啊？就像這個就像一個生產線一樣，那你越往上游的話它可能就越重要，對不對？那上游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雄激素到底是從什麼地方來？那如果說睾丸產生這個雄激素和腎上腺產生的這個雄激素呢，它們的合成路線是一樣的，就是原料一樣，中間的關鍵酶一樣啊，最後呢都是合成這個雄激素。那麼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呢，在這條關鍵的合成路線上做一些文章呢？那這樣就不會受限於器官了，對不對？比如說啊，像這個雄激素啊，它主要是這個膽固醇來合成的啊，由膽固醇作為原料，然後中間呢經過一步一步的這個催化呀，還有一些這個酶的一些反應。那如果說中間有一個是關鍵酶啊，我把這個關鍵酶抑制住了啊，那麼膽固醇就不能轉化為這個雄激素，那麼就可以達到這個雄激素的治療效果。但是呢，這條路徑呢一定是什麼呢？一定是在所有的這個器官當中呢都共用的啊，你不能說這個在睾丸當中呢是膽固醇通過這個關鍵酶合成關鍵酶 A， 對不對？那在腎上腺當中呢，那如果說變成了膽固醇通過關鍵酶 B 來合成這個雄激素，那你去單純的抑制這個酶 A，它也是不起作用的，單纯的去抑制酶 B 呢也不起作用啊，必須要找到什麼呢？必須要找到他們共通的这一条通路。那後來有沒有被找到呢？後來還真被找到了啊，就是有發現了這個一個關鍵酶叫 CYP 17 alpha 1這個關鍵酶呢，就是膽固醇到雄激素裡面呢轉換成雄激素的時候呢，這個關鍵酶在我們人體當中呢，基本上呢都要走這一條路啊，所以這個路呢是已經被找到了。那下面差什麼呢？下面差的呀，就是找到这个關鍵的這個分子，特異性分子那這種分子呢能夠抑制住這種酶就可以了。所以這個就是這個思路。那麼在上世紀90年代呢，英國的這個研究團隊呢就發現了這個分子那發現了這個分子，那這個分子呢，它通過篩選合成設計等等就這個分子呢就是合成了。在1995年的時候呢，它就論文呢就已經發表了發表在這個一個化學的雜誌上面但在此之前呢，就像我剛剛說的，這個思路其實人們都已經早就意識到了
啊，也就是說抑制雄激素的合成来去治疗前列腺癌。那之前呢，其實已經有這個藥物了啊，就是一種抗真菌藥啊，叫酮康唑。那這個藥物呢，它其實呢是可以抑制這個類固醇激素的合成的啊，它抑制類固醇激素啊，所以它抑制這個雄激素呢，就怎麼說呢，就是比較粗略一點啊，可以達到這個一定的治療效果，但是呢不夠專一啊，副作用呢它也是比較大，因為作用範圍比較廣嘛。那後來這個阿比特龙這個出來以後呢，就剛剛我們說那個分子出来以後呢這個藥呢用的就少了。那刚剛那個就是在1990年就是上世紀90年代发现的那个药呢，就是我們現在用的這個阿比特龍那阿比特龍出來以後呢，大概是在2011年的時候呢就獲批上市用於治療這個晚期前列腺癌用於治療晚期前列腺癌。所以這個就是它的整個這個合成路徑就是這個藥物的這個來源這個找到了這個共同的這個酶但是關於這個阿比特龍，我今天除了講這個原理以外就是抑制這個雄激素合成關鍵酶，還想跟大家說什麼呢？就是強調一點，就像這個癌症的這個治療呢，變化真的是非常快的因為阿比特龍剛剛獲批的時候呢它是針對這個晚期前列腺癌的，就是晚期轉移性的這個去勢抵抗性前列腺癌，也就是 MCRPC， 也就是最後一個階段了用於晚期的。因為這個藥物的獲批或者說上市呢，它都要有它的這個適應症像阿比特龍也是，當時它出來了以後呢，就是說你這個呢目前呢只能用於這種晚期的這個前列腺癌就是通過常規的內分泌治療無效而且呢出現了這個遠處轉移的這種前列腺癌。那用的時候有沒有效果呢？有效果但是這個效果呢不是很明顯，它就把這個總的這個生存期呢從10.9個月呢，就是延長到這個14個月雖然說算不錯的了但是跟相比於就是後面它出現的這個結果呢，這個並不算什麼並不算什麼，所以當時是有效的如果說當時它在就是說對於 MCRPC 來說呢，如果說阿比特龍沒有延長這麼明顯或者說沒有什麼太好的作用，但有可能我們就丟失了這個藥那後面是發現什麼呢？後面呢就發現呢，如果說把這個阿比特龍呢提前用就不用等到它就是出現這個就是去勢抵抗這個階段給它往前用，也就是說在早期就診斷出前列腺癌的時候就用了，發現的這個效果特別好特別好。那它這個生存期呢明顯的就是被拉大了明顯的被拉大了。比如說當時呢有一組呢就是說，如果把它就是說在化療前的就是還沒化療的這個 MCRPC 給它用它這個影像學的無進展生存期呢，就從 8.3 個月呢能夠直接達到 16.5 個月直接就翻了1倍，這是一個。那再後來就想既然往前挪一點有用，那我再往前挪也就是說在它出現這個就是在激素敏感的時候激素敏感的時候呢，這個時期就還不用等到它這個去勢抵抗。那激素敏感的時期呢，發現呢這個效果更好那這個無進展生存期呢，就從這個14.8個月呢，就直接拉到了33個月。那對照組呢，因為它這個效果太好了所以這個總生存期呢，都還沒有結束但是對照組的總生存期呢是 34.7 個月，所以這個效果呢還是非常非常好的就只是把這個藥物的時間改變一下，就可以改變這個藥物的作用效果。所以這個是今天想跟大家就是重點聊的一個問題有很多時候呢很多東西不是絕對的比如說就拿阿比特龍來說那如果說這個阿比特龍在一開始給 MCRPC 用的時候呢提升效果不明顯可能這個藥呢就會被質疑，然後被放了一段時間，可能很長時間人們都不會發現就是說把它這個藥物的用藥時間往前移一移，它這個效果會更好這個可能就會讓很多患者呢就沒法享受它帶來的這個好處所以這個研究呢就是這樣就是很多東西都是在不斷的這個改。因為我那個時候我接觸就是我剛就是在泌尿外科規培的時候是2016年嘛，阿比特龍是2011年上市的，16年的時候呢也進入中國沒多久那個時候呢就是它的主要適應症呢就是 MCRPC， 我記得很清楚那你現在你再看看指南它就會把這個呢藥物的使用呢就改了，
改成這個早期的，就是不是早期啊，我說的这個早期是已經就是說沒法手術的，或者說已經確定是有轉移的這種早期啊，就在晚期當中的早期啊，當然這個要嚴謹一點啊，就是說轉移性的就是激素敏感性的這種前列腺癌，就還沒有到抵抗階段的時候呢，就給它提前用，哎，你看效果就會好一些啊，所以它都會在變啊，這短短才幾年啊，16年啊，中間才僅10年的時間，对不對？10年的時間它會發生很多的這個變化啊。那行，那最後呢，再跟大家聊聊這個阿比特龍這個副作用啊。那阿比特龍，如果說你用阿比特龍的話，你都知道，對不对？它要配合什麼呢？啊，要配合的一種激素來用啊，就是像這個那個叫什麼名字來着？就是那個泼尼松来用啊，就是人工的一种糖皮质激素嘛啊，我们就统称为这個激素。為什麼呢？因為你這個藥呢，它會抑制什麼呢？它會抑制這個雄激素的產生，它同時呢也就會抑制這個糖皮質激素的這個產生。那糖皮質激素如果說它的產生少了，糖皮質激素本身它就如少了會產生一些副作用，對吧？那另外一個更明顯的副作用是什麼呢？就是帶來的這個負反饋啊，因為糖皮質激素呢，它也是受到這個反饋軸的這個調節。那上一次視頻呢跟大家聊過性腺軸的這個反饋，對吧？那糖皮質激素也會。那如果說糖皮質激素少了，哎，它就會告訴這個大腦啊，告訴它的上游，哎呀，你看我這個整個這個腎上腺皮質可能都少了啊。那腎上腺皮質呢，除了糖皮質激素以外呢，還有另外一種叫鹽皮質激素。所以鹽皮質激素呢，它就會怎麼樣呢？它就會被反饋的增多啊，就會被反饋的這個過量啊，因為它是一個負反饋嘛啊。那你這邊少了，大腦就認為啊，你太缺了，我要多刺激你分泌。但實際上呢，這個糖皮質激素呢已經被阿比特龍呢就是抑制住了啊，所以糖皮質激素呢實際上是非常少的，但是大腦不知道啊，大腦呢還會再繼續的這個給信號，讓這個皮質激素呢多分泌，那就會導致另外一種皮質激素分泌增加，那就是鹽皮質激素啊。那這個鹽皮質激素呢，如果產生過多的話，那麼我們呢有一個順口溜啊，它有什麼作用呢？就是保鈉保水排鉀保鈉保水排鉀，那也就是鈉水潴留嘛。鈉水潴留會導致什麼呢？那就會導致這個高血壓唄啊，導致高血壓，然後還有一些低血鉀症啊，就這個，所以這是它比較典型的一個副作用。那配合的就是這個泼尼松啊或者強尼松啊這種有什麼好處呢？一方面呢是補充人體本身需要的這個糖皮質激素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減少這種負反饋調節啊，所以它就會所以加這個強尼松呢並不是泼尼松啊，並不是為了這個治療癌症啊，而是為了減少阿比特龍所帶來的這個副作用啊，所以這個就是整個這個副作用。那另外一個副作用呢，只要是這個藥物，對不對？它口服的這個藥物呀，對吧？它都會經過這個肝臟代謝啊，所以它會像阿比特龍也是啊，它會造成一些這個肝的一些損傷啊。但是呢，這個相對來說啊，相對於這個就是水鈉潴留來說呢，這個要稍微好一點點啊。那水鈉潴留帶來的這個副作用呢，其實是一定要引起重視的，因為得前列腺癌的人呢都是老年人啊。那老年人呢，他本身呢他就有什麼呢？就有高血壓呀、心臟病呀等等這些問題。那如果說這個時候血壓再高啊，水鈉潴留再高，那這個血壓控制起來呢難度就會增加。如果血壓控制不好呢，心腦血管意外的發生概率肯定是大幅增加的啊。所以說這個呢，血壓呢是一定要控制好的啊。就算即便沒有前列腺癌，這個對於老年人來說啊，中老年人來說啊，現在應該是中年人啊，中老年人來說呢，血壓的控制啊，血糖的控制呀，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整個來說呢就是這樣啊。關於阿比特龍呢，今天就跟大家介紹到這裡啊。由於呢這個我沒有寫稿啊，所以很多這個口誤的地方呢，也希望大家能夠理解。所以這個呢也僅作為科普視頻啊，不作為診療的意見。好，感謝大家收看，謝謝。